遗产它是一个三维的那个装置，但是它整个装置看起来也有一个画卷的感觉，像一幅画卷的感觉。然后那个作品里面有一滩水会啵啵会有声音，还有一个是这些动物都很写实的，很写实的。那这一个作品的优点就是，这特点就是把那一个遗产里面的那个像平面的那个画卷的那种三维的，给它做一个二维的真正的画卷。因为我这个自然里面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火药，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因为这个火药就是它是有自己的能量的，你在制作它的时候，它要怎么爆炸，有多少强度，你是很难控制的，而且那一天的天气温度还有潮湿度还有在这个爆炸时候的压力，都会影响这个火药的状态，所以你就是一直要跟火药这一个自然的能量跟自然一起工作，这个就是自然和人的关系。但是这个作品它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它周边火药很多，那么这个火药尤其在这一团里面爆炸那个很多公斤的火药，它没地方走出去，很容易把中间打破。所以这个跟自然的关系，就是人经常要面对的一个命运。对，就是你不知道它最后一定会怎么样，这个担心还有等待它给你好运气。你希望自然给你像神一样的来帮你的忙，就提醒你不是100%的，你没办法控制自然。对，这张画有一些跟以前一样的，主要就是黑色的火药之间有些是能够产生烟的，比较细的；另外一种火药是它能够比较粗犷的爆炸，产生像草像那个树林的那种感觉的。那么在黑色火药里面，主要是选细的，容易产生烟的用在哪里？还有比较粗的，它是在哪里能够增加一种荒野这种大自然荒野的感觉。这个词就是像山里面有很多野生的地方，动物都在草里面跑出来那种，也不是那种树，是用很多高草。另外一个就是彩色的火药，主要是以前我很少用彩色火药在纸上制作，这一个主要是用彩色火药做一点动物的颜色，但是它也是一个要小心的，因为它这个颜色可能跟黑火药不是那么协调，所以是有点小心的在用。画面一大起来了以后，它画面小的时候，人看东西好像在看窗子，像一个窗子，但它一大起来，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壁画，也可以说它更有装置的感觉了。尤其像这个有弯跟这个空间的关系。对，在外面有一些绿色的树林，这砖头用的容易跟它协调，是因为它本来也是土去用火烧起来的，然后而且是把那个写实的，它那个装置是很写实的，但这个作品里面呢，就把那个比较不写实的一些东西，比较象征性的给它表现出来。那重要是它周边是比较混沌的 chaos， 那中间这个白色的水突出起来，这样也可以跟整个这个展览的主题更强调这个声音，也就没有声音来表现声音了。对，我所有作品名字也叫白声、白音。它作品跟这个动物的很多声音都会消逝，这一个宝贵和珍惜的这一种感情有关系。那我这个作品其实在表现这个遗产，也是跟动物最后的一个生命维持的这一滩水有关系，所以就强调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声音是没声音。